布雷克一个闭嘴的手势彻底激怒了博尔特。2012年伦敦奥运选拔赛在牙买加首都金斯顿展开角逐，尽管只是牙买加国内的选拔赛，但这届赛事的竞争激烈程度丝毫不输一些世界大赛。由博尔特、布雷克、鲍威尔、内斯塔卡特、麦克弗拉特领衔的牙买加五虎将全力角逐通往伦敦的3张入场券。这届赛事决赛门票更是早早的销售一空。金斯顿是鲍威尔的家乡，尽管此时的博尔特早已红得发紫，但只要鲍威尔一出场，巨大的欢呼声浪将席卷整个田径场。决赛前，博尔特找到布雷克，好心的提醒他，等会儿不要被鲍威尔粉丝的尖叫所吓倒，这是他的地盘。决赛日当天，当广播里听到博尔特名字的时候，观众席传来一阵欢呼声，很响亮，但却没到疯狂的程度。而当鲍威尔的名字响起，整个体育场瞬间沸腾了。伴随着发令枪响起，鲍威尔的起跑强劲而有力。反观博尔特糟糕的竞技状态，让他前程落后很多。最后30米，布雷克超了上来，并且跑出了9秒75的个人最好成绩。博尔特最后时刻超越鲍威尔，夺得第2。牙买加3雄成功获得进军伦敦奥运会100米比赛的门票。比赛结束后，博尔特告诉自己，绝不能在200米比赛中再输给布雷克了。200米可是他的看家绝活。但事与愿违，200米比赛中，布雷克在直道段直接甩开了博尔特，完成了对博尔特的2连杀，并在赛后做出了一个闭嘴的手势。博尔特瘫坐在地上，并没有看到这一幕，直到看到录像后才怒不可遏。因为在布雷克刚加入跑者俱乐部的时候，博尔特不仅对他关照有加，还会在比赛中给他支持和鼓励。更重要的是，博尔特把他当成队友和朋友，经常会给他一些指导，教他一些比赛中的小窍门。就连野兽的称号也是博尔特起的。如今这野兽竟然冲他来了。博尔特觉得布雷克这么做对他似乎不够尊重，而他最忌讳的就是这一点。泰森盖伊输给博尔特时也很不爽，但盖伊不会公然挑衅博尔特。鲍威尔虽然曾在媒体面前对博尔特指指点点，但博尔特却感到无所谓，因为他们俩并不在一个训练营，没准是对方教练故意怂恿他这么说的。但布雷克却不一样，他们2个在一个训练营训练，是师兄弟。他非常清楚博尔特训练时有多努力，为此博尔特气不打一处来，几天都不理布雷克。但很快博尔特便意识到自己有些过分了，对布雷克的态度也转变了过来，甚至还祝贺他能跑出那样的表现。他应该感谢布雷克，正是因为有布雷克这样的对手出现，博尔特才会重新燃起斗志。他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，他就在伦敦奥运会上大放异彩，向所有对手和全世界证明我是冠军。视频最后，高高给大家推荐一款很多运动员都在喝的电解质冲剂。经常运动出汗多的兄弟们肯定有这种感觉，运动完喝水只会越喝越渴，因为我们流出的汗液中不仅有水，还有电解质，而流出的电解质才是我们感到疲劳的主要原因。这款诺克兰德电解质冲剂一盒有6包，每次1小包，倒入水里即可直接饮用，可以边运动边喝，不仅可以补充水分，还可以补充电解质，关键好喝还便宜，只要个位数就能入手。夏天到了，电解质一定要囤起来。煮熟的鸭子飞了是种什么体验？博尔特最有发言权了。2011赛季，博尔特伤病不断，前往德国慕尼黑就诊，也没起到很好的作用。最令他抓狂的是，每当在训练中有起色的时候，伤病就会接踵而至。只要进行耐力训练，跟腱、小腿和脚趾就会隐隐作痛，这让博尔特压力倍增。经历了2010年一整年的休赛期，2011年博尔特要在大邱世锦赛上为荣誉而战，但他的竞技状态让他非常困扰。几场热身赛尽管都拿了冠军，但始终没找到想要的节奏。接下来的大邱世锦赛成为他成名之后经历的最艰难的一届大赛。不同以往的是，本届大邱世锦赛是2010年国际田联宣布抢跑零容忍政策后的首届世界大赛，起跑犯规将直接出局，没有第2次机会，这让本身竞技状态就不稳定的博尔特感到了巨大的压力。博尔特不断的激励自己，比赛很轻松，一个强敌都没有。泰森盖伊和鲍威尔都因伤退赛，起跑线上站着的基本都是加勒比豪杰、布雷克、吉姆科林斯、丹尼尔贝利、内斯塔卡特，另外还有一些美国选手，基本上30步就能把冠军拿了。伴随着一声各就位，所有选手都做着决战前的最后准备，尽管强加镇定，但博尔特的脑子里仍嗡嗡作响。博尔特抢跑了！大邱的奇迹诞生了！我们说大邱的奇迹，博尔特抢跑了，全场几万观众同时发出了惊叹。在全世界亿万田径迷的关注下，博尔特成为抢跑零容忍政策下首位被罚出局的超级巨星，经历了职业生涯有史以来最痛苦的一场比赛，他只能站在场外目睹师弟布雷克拿到冠军。那一夜，关于博尔特抢跑的解读铺天盖地的袭来，有人说是布雷克故意在身旁影响了博尔特，有预谋的让他出局。博尔特看到后直接回怼道：“真是疯了，胡说八道！抢跑就是抢跑，没有那么多阴谋论。我们每个人都要遵守游戏规则。”关于
这次失利，米尔斯教练并没有说什么，他相信博尔特自己能够很好的应对这种情况。在200米比赛前的一段时间，博尔特尝试从失利的阴影中走出来。他在人群中看到一群孩子向他挥手、微笑、狂喜，他也用同样的动作回应。跟孩子们互动的时候，博尔特忽然意识到，压力算个屁，我应该高高兴兴的。之前不就是那种轻松自如的状态，让我获得了一个又一个冠军吗？博尔特的心结一下子就打开了。在随后的200米比赛中，以19秒40的成绩轻松夺冠。不久后又带领队友以37秒07刷新了4×100米世界纪录。从困境中走出来的博尔特变得更加强大了。视频最后，高高给大家推荐一款很多运动员都在喝的电解质冲击。经常运动出汗多的兄弟们肯定有这种感觉，运动完喝水只会越喝越渴，因为我们流出的汗液中不仅有水，还有电解质，而流出的电解质才是我们感到疲劳的主要原因。这款诺克兰德电解质冲剂一盒有6包，每次一小包，倒入水里即可直接饮用，可以边运动边喝，不仅可以补充水分，还可以补充电解质，关键好喝还便宜，只要个位数就能入手。夏天到了，电解质一定要囤起来。你知道2008年的博尔特有多恐怖吗？放水50米，竟差点打破奥运纪录。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100米比赛前，米尔斯教练告诉博尔特不要太拼命，跑到前2名就行了，把体力留到最后。博尔特遵照教练的旨意，前50米发力取得领先，后50米放水保留体力，预赛10秒20轻松晋级，犯进到当时的奥运会纪录为9秒84。此刻所有人都在期待即将开始的100米飞人大战，博尔特将会给全世界带来怎样的表演？博尔特自己也是信心满满，他感到血脉喷张，肾上腺素在他的静脉中一波波的汹涌流淌，他知道已经没有人能够战胜他。而相比之下，另一名牙买加飞人鲍威尔则显得异常紧张。在牙买加国内，人们更期待鲍威尔的表现，他是一名超级巨星，但在奥运会舞台上，他还没有证明过自己，巨大的压力让他无所适从。我们好好跑这场决赛，牙买加包揽前2名，加油！博尔特试图给鲍威尔打气，他们轻轻击掌，相互鼓励。当现场镜头给到博尔特的时候，他摸了摸前天晚上刚剪的头发，又揉了揉太阳穴，想象这是世界上最帅的造型。殊不知，观众席上的人看到后都笑翻了。伴随着一声各就位，整个体育场瞬间安静下来。12年之后的再一次经典的100米飞人大战。6-9，博尔特打破世界纪录，夺得个人的第1枚奥运金牌。他赢得如此轻松，以至于比赛最后15米，甚至转过头去寻找鲍威尔的位置。回头望月，忘了其实是鲍威尔。鲍威尔半决赛放水跑了9秒90，决赛确实跑出了9秒95的成绩。显然他的心态出现了问题。第2名的汤普森跳得比谁都开心，他甚至对媒体说冠军是他的。博尔特这样的怪物就不应该把他算进来。而博尔特赢下这场比赛后，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样，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。视频最后，高高给大家推荐一款很多运动员都在喝的电解质冲击。经常运动出汗多的兄弟们肯定有这种感觉，运动完喝水只会越喝越渴，因为我们流出的汗液中不仅有水，还有电解质，而流出的电解质才是我们感到疲劳的主要原因。这款诺克兰德电解质冲剂一盒有6包，每次一小包，倒入水里即可直接饮用，可以边运动边喝，不仅可以补充水分，还可以补充电解质，关键好喝还便宜，只要个位数就能入手。夏天到了，电解质一定要囤起来。弯道计时道进入到博尔特区域，博尔特应该还在全力以赴的加速，他没有减速。也许他没有减速，足以说明事情的严重性。这是博尔特巅峰时期最没有悬念的一场比赛。泰森盖伊在夺得100米最强亚军后，直接宣布退出200米比赛，这也导致200米比赛成为博尔特个人的表演秀。不同于北京奥运200米决赛前对打破世界纪录。
推荐一款很多运动员都在喝的电解质冲剂。经常运动出汗多的兄弟们肯定有这种感觉，运动完喝水只会越喝越渴，因为我们流出的汗液中不仅有水，还有电解质，而流出的电解质才是我们感到疲劳的主要原因。这款诺克兰德电解质冲剂一盒有6包，每次一小包，倒入水里即可直接饮用，可以边运动边喝，不仅可以补充水分，还可以补充电解质，关键好喝还便宜，只要个位数就能入手。夏天到了，电解质一定要囤起来。